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这样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人会疼，害怕离了我，别让使命着我。跳！为什么要打老婆？为什么要打我老婆？来了！我再问你，为什么要打老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冷静一点啊！你有危险，我是来保护你。他是 Mr. Lim， 那是群的未婚夫。他是来寻仇的，我看到他拿球棒要攻击你。哪有球棒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说什么球棒？迪儿，你怎么了？Mr. Lim， 敷一敷，消消肿。真是莫名其妙，断断被打啊！是你跟踪我太太，我远远就看到了。喂，是你们送让Dr. Chow亲自向银秀道歉的，结果呢，不要说人领啊，连一个电话简讯都没有，打给他也不接。所以刚才正好在医院看见你太太，她当时接了个电话，我就跟着你太太来到这里。我本来是要上前打招呼的，剑术是掉在地上，好心捡起来。我看到你冲向我太太，我才会出手。Mr. Lim 只是叫了我一声，他没有想要打我。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看错。你把树枝看成球棒啊！我真的很难相信你说的话哎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之前我们家进了贼，他担心我有危险，一时紧张才会出手打你的。真对不起，你需要去看医生吗？我没心情管这些，叫Dr. Chow出来。他已经出国了，我暂时找不到他。银秀出了事，他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人了。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也很难受的。我答应你，他一回来，我一定会叫他亲自向那群道歉的。你之前不是说了吗？结果呢？他根本就没有诚意向他道歉的。你们这家人不止艺术差，人品更糟啊！遇见你们，算我们倒霉。今天的事情真的很对不起。我不想跟你们多说，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。迪尔，我不是打了人找借口开的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，可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控，现在还出现幻觉。听我的话，去见一见 King 好不好？我已经跟 Professor Oliver 谈了，我想去 scan。你觉得你的问题跟脑有关？情绪失控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又出现了幻觉，不像是脑瘤或者脑血管的问题吗？好，明天我打电话给 Dr. Yu。已经预约了，早点做检查。如果能够排除脑部疾病，大家都会比较安静。在欣赏你送的礼物啊。物归原主的感觉真好。
失而复得，我妈的作品摆在这，真的是生色不少。怎么样？还见得了人吧？高贵优雅，诊所这幅画更是气质非凡。在这幅画当中，你看到什么？孕育生命的脉动。这是我听到最满意的答案。能让艺术家的手接生这些宝宝真的很幸福。我们约的是午饭过后，你来的太早了吧？你的诊所开了1个星期，我都还没上门看过。刚好下午有个病人取消预约，我就上门看看。我可以下午再回来的。看来我得破例吃饭谈公事，不过不准你请客。OK。你的想法非常好，让病患和医生一起上直播，分享他们从确诊、治疗、康复后的心路历程。我们要传达的是，我们的医生医的不只是病，还有心。没错，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平台，提升温胜东在众多私人医院中的能见度，让更多出色的专科医生成为网红，让公众可以跟他们有多点的互动。我已经联络了电视台，让医生和知名主持人联手出击，一定要让直播达到专业的水平。跟你一起工作很有危机感，医务总监该做的事情你都先做了。约你出来谈，就是相信你能跟得上我的脚步。我快，你比我更快，就像上次医美计划一样。执行比起步更难，我只是起了个头，结果如何就看你了。你有魄力，我当然要有实力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像这块肉一样煮得刚刚好，入口即化，齿颊留香。喂，好，你等我的消息吧。拜拜。医美的店务出了些状况，住户不肯搬，看来我们得再找另外一个地方了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医美中心能够开在温胜东，在管理上其实更方便。只可惜目前没有空置的空间。就看你要不要。现在最佳的地方就是5楼。嗨，Dr. Chu，Dr. Wong。Dr. Chu，Dr. Wu。Dr. Chong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我是来代班的。医美中心还没开始之前，他会在这里帮Dr. Bei。很好，继续努力。Dr. Bei 不在，儿科有预约了。没事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感觉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。这里比我们预想的医美中心大，基本设施齐全，尽快引进医美的器材，很快就可以运作。门诊才刚开始实行2班制，也许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。我不想草率做决定。财务报告你也看过了，实施了2班制依然是赤字，要门诊自负30%的营运成本，他们只做到一半。就算给他们3、5个月，你觉得有办法扭转局势吗？身体长了瘤，就算是良性的，就应该留住。即使身体够强壮，有条件让瘤继续留住，它还是会消耗身体的营养，迟早会被拖垮。如果有一天病变，后悔就来不及了，还是当机立断，把瘤给切除吧。Dr. Bei， 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
这是开办门诊的时候，温胜东老先生亲手绘写的。你在万盛东也有10几年了吧？哼，我当主任都有5年的时间了。来，请坐。门诊和儿科，哪一边能够带给你更大的成就感？只要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，哪里都一样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就算没有门诊，你也能够找得到作为医生的骄傲和满足感。你们是不是真的觉得门诊就是拖垮医院的毒瘤？就算是良性的瘤，它一天天的长大，最终还是要被割除，这是迟早的事。豆豆问了，一定要把门诊给关了吗？我的立场一直很清楚，你办不到，就是保护不了它。说真的，没有了门诊，我留在温胜东也没什么意义。如果你有机会经营自己的门诊，你就能理解我的立场，明白我现在所做的都是对的。他们给你出了道难题啊。温老先生是要救人的善举，看来就要断送在我手里。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我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心血。这么大的看诊部门，经费自然也庞大。你是医生，不是财务专家，盈亏责任都不在你身上。他们也不需要追究责任，只能怪我自己管理不当。有时候紧紧抓住，反而什么都抓不到。你要我放手？你已经为门诊付出了很多，真的要走到这一步，我们也只能接受。我可以走，可是仁惠、优孝呢？还有 Sister Q 跟其他的 nurse， 他们舍得离开吗？一个大机构，经过几十年的时间，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。如果门诊是医院想要放弃的，谁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。这不像你会说的话。一个人也一样啊，经历了一些事后，总会有改变的。难道只有跟商业挂钩，才算跟得上时代？温胜东这么大的一个机构，养不起一个门诊。亏损的部门是没有说话权的。解散员工，放弃病人，怎么对得起他们对我的信任？不是每个病人都有钱看病的，没有了门诊，他们怎么办 ？Dr. B， 你不要只顾别人，你要为自己想一想。放下肩上的担子，你才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。我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照顾好我的病人。你是一个好医生，不管你到哪里，都会是病人福气。我最大的牵挂就是门诊的病人。那我们一起为病人努力到最后一刻。你以后一定要做一个有善心的医生，当然，最好有说话权。还说不来看病，从出门到现在一直在喘。人老了，又没运动，身体当然会越来越差了。以后每个星期天我陪你出来走走啊。你咳嗽、胸口又痛，还是做过心电图吧？我不想做更多的检验，是时候该走就走吧。活到这个年纪，有你这么孝顺我，我已经够幸福了。
幸福就是要长命百岁，快快乐乐，健健康康。看来你心情很不错哦，有好消息呀！我的心情好坏都瞒不过你的眼睛。不过，你要的好消息我暂时给不了你。我不是要催你呀，人呐，最重要的是有个伴，有个人把你放在心上。我有你啊，没有人比你更爱我。我迟早会走的。除了淑芬，真的没有别的女人让你看上眼吗？当然是有啊，就不知道别人眼里有没有我。你行的，在我眼里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到的。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走，总有一天一定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。好香。来尝一下，小心。不错哎。哇，你很厉害哦，工作了一整天还有精力回来炖排骨啊？我现在需要 Food Therapy。怎么？你现在压力很大？压力最大的应该是 Dr. Bay。你有没有发现 Dr. Bay 见了 Dr. Wen 之后变得很不开心啊？是吗？我觉得 Dr. Chu 跟 Dr. Wen 这次来门诊是有目的的。我们只是小医生，行政的问题就不要过问太多了。我对行政才没有兴趣，我担心的是门诊，怕他们又刁难 Dr. Bay。现在门诊中心的情况怎么样？换成2班，比之前的工作量更大。忍一忍吧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你是说我很快就去医美？危机就是商机。原来的医美中心遇到住院问题，结果我们找到一个更大、更理想的地方。不会是门诊？有现成的场地和设备，只要装修一下，很快就可以开始营业。那门诊怎么办？关掉了？一个大机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，不可能一成不变的。如果门诊是医院想要放弃的，谁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。那门诊的同事呢？都会被遣散。这不是我们要烦的事。Dr. Bay 他很能干的，他一定能处理得很好。你准备当全职医美医生就行了。好好努力吧，以后门诊主任办公室就是属于你的。我说到做到，等着上位吧。做梦啊！可以烤面包啦。哦，我来吧。要不要加一点薯条啊？又有面包，又有排骨，哪里吃得完啊？又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，是给一个很特别的人。有客人要来吗？临时约的。这个人是个大胃王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吞下一头牛。男的？你到底还有多少男性朋友是我们四德帮不知道的？你是说我乱交很多男性朋友吗？不是。到底是谁啊？他来了。以前给病人做 CT 总是来去匆匆的，今天忽然觉得这个走廊蛮长的。是啊，同样的一条路，医生、病人、家属，他们的心情完全不一样。现在终于可以深刻感受到，病人要走进扫描室，压力有多大。没事的，我会等你出来。Dr. Ong， 谢谢。
May I have your name and IC number, please? Ong Ching Kok, 235Z.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仍沸腾，白袍里的我，也是使命的我。